你们好，我是大方，欢迎再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之前花了很多期的节目内容来介绍谷歌云，以及上面如何实现出国的一些内容。其实谷歌云如果单单用作网上出国来用呢，那它送给我们的$300简直是太大材小用了。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谷歌云能让我们这些小白、非专业人士有什么用途。建立一个高大上的网站。你可能有这样的疑问：建网站是不是要学叉叉叉的语言，学叉叉叉的很多设计软件 ？No， 这些都不需要。那你可能有这样的疑问：我不懂开发语言，也不懂设计，也不懂切图，什么都不会。建网站是我们这些小白能够驾驭的吗？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期的节目的时间，来带大家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专业的高大上网站。你可以用我今天这个方法，为你的家庭建立一个独立的博客网站，记录生活的点滴感动；也可以为你的公司建立一个非常大气的企业宣传网站。当然，也可以建立一个求婚网站结婚纪念日的网站甚至你可以用我这一期节目介绍的内容，帮助其他的公司建立一个高大上的网站，收取可观的报酬哦。说起建网站，不得不说 WordPress。这可是大名鼎鼎。据不完全统计全球1/4的中小型的网站都是用这样一个平台来搭建的。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都是用 WordPress 平台搭建的网站。建立一个网站必须要有以下3个先决条件。第一就是域名，以前我们有专门的节目来介绍过域名。第二，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呢，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中反复用到的谷歌云的实例。服务器顾名思义是一台提供服务的机器。那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例如我们之前讲过的 V2E 就是提供科学上网的服务。如果你要做网站，那就需要用到 Apache Nginx 来提供 Web 服务，就是我们看到的网页的基础服务。当然还需要用到数据库的服务器，还需要用到提供数据服务的内容，还有 PHP 支持服务器端执行的脚本的语言。第三，网站程序代码，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 WordPress， 它是基于 Apache、MySQL 数据库和 PHP 脚本语言的网站开发平台。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被这些专有名词说晕了，但是这些都是架设 WordPress 网站的先决条件。但作为小白的我们都不需要了解这些，你就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不存在。你只要一步一步的跟着我做，保证你能够在自己架设的服务器上设置好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服务器，那我们就打开 cloud.google.com， 用谷歌云送给我们的$300。这次不一样不是直接建立 VM 虚拟实例，而是要打开市场，搜索 WordPress， 里面有很多关于 WordPress 主题的相关的内容。好，我们选择其中的这一个，因为它带有 SSL 加密协议，虽然说是一键安装，它不需要你一个一个的去安装，它帮你一键安装好这些内容之后，你需要知道怎么用，并且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每个月差不多$10几左右。不是说 WordPress 是开源免费的吗？为什么要收取费用呢？这里的费用是指谷歌云的服务器的费用，当然也是从谷歌云送给我们的$300里面去扣除的。好，它来让我们设置一个名字，那我们可以不用改它，就默认了就 OK。这边选择区域，选择区域的话，我们基本上选择离我们比较近的，或者说我们想要我们访问者最近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在亚洲的话，我们就选择 Asia East。好，这边是一个服务器的 CPU 的型号，我们选择最小，现在是估算15.83，我们选择一个最小的，应该变成了5块1毛每个月美金。那这其实跟我们 V2E 的服务器的机器是一样的。好，这默认10个 GB 的硬盘，我们就不用去更改它。这边是更改类型 SSD， 我们看一下，如果换成 SSD 的话，差了没多少。那我们为什么不呢 ？Why not？ 我们就选 SSD， 速度应该会快一点。好，我们这边其他都不用去改它，好，我们就直接就点击部署。好，在这儿可能要等一会儿。
好，经过几分钟的等待 ，WordPress 已经部署成功了。那我们看到右边就有一些信息，这个叫它的网站的地址，它是一个 IP 地址。好，这个是它的管理后台的地址，就是 WordPress 管理后台的地址，这是管理后台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好。这是它的实例的名称，这个是实例的地区类型。好，点这个地方其实进入到了 WordPress 管理的这个后台，那么其实跟这个链接地址是一样的。好，点这个 SSH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Visual 里面也用到的，就是管理这台实例的一个操作界面，就是那个黑色的操作界面。好，后续呢这里有一个文档，我们发生的一些问题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到一些答案。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网站的地址，它是一个 IP形式的跳转的一个题型啊，你就点这个 IP 地址，再打开 http hello world，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站 WordPress 已经部署成功了。VPC 的这个网络下面呢，看一看它的外部 IP 地址是没有的。这个 Pro 呢，它还是一个临时的 IP 地址。刚刚这台机器就是我们那台 WordPress Pro。我们把它设定为静态 WordPress Pro， 这样的话它就把我这个 IP 地址固定下来了。好，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注册一个域名，因为这个 IP 地址非常的不好记。大家看到它其实是一个 IP 来访问的，那么我还需要一个域名。那为什么要有域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便于记忆。用 IP 打开一个网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 IP 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和点，我们就需要注册一个域名和 IP 绑定起来。这样我们在浏览器当中输入域名，就知道我们要访问哪台服务器上面的 Web 服务了。之前我有专门的节目来介绍过 FreeNow， 注册一个免费的心仪的域名。当然，你也可以到阿里云GoDaddy 平台上去注册一个付费的域名。我们以 FreeNow 为例，我们打开 FreeNow， 好，我们看一下注册一个新的域名在什么地方呢？是 Register a new domain。好，我们点一下，我们输入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域名，比如说 I like you， 看一看check 一下，这三个不能用的，这个可不可以？这两个 free 的，可以的。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域名输入完整，英文的点 GQ I like you GQ check 一下，好，看见吗？这个域名进入了我的购物车，那我把另外一个也注册吧 CF。好，看到吗？有2个域名进入了我的购物车，而且是 free 的然后我们 check out 更改它的有效期，免费有效期最长12个月，我们更改到有效期，然后 continue 看一看我们勾选一下同意，并且完成我们的订单已经被 cancel 了，没有注册成功。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I like you， 没有注册成功。其实很多小伙伴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注册成功。那是什么问题呢？ OpenWRT 里面我们更改一个网络试试看先是走的香港的，我刚才是换了一个 IP 地址，换了个节点的 IP 地址 I like you， 就可以这样。好，发现这个是有的 GQ， 我们把这个完整的 GQ 输入进去，这个是 free 的，就是可以用的，然后把这个完整的输入进去，然后再 check 一下。好，就进入我的购物车了。我们点击 check out， 把有效期改为12个月，免费，继续下一步。好，我们勾选同意，完成订单。这个时候我 IP 地址是这也没有问题。好，这个时候我们到我的域名，选择我们刚才注册好的这个域名，点击管理域名 I like you 点击 Q。好，这里有一个叫这是 DNS 修改。好，这边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解析，这叫 A 地址。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要把刚才的这个 IP 地址记录下来，这个 IP 地址记录下来，把它复制下来，复制到 FreeNow Target， 我们把多余的删掉，看看前后不要有空格。我们先加入一个空白的，看看 Save Change 有一个了这就是空白的，就是空白什么意思呢？ Name 空白就是我前面没有 3W， 就直接输入这个也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再加一个 3W target， 还是原来这个 IP 地址，就是谷歌云的 WordPress 的这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我们再 save change 一下。好，我们再打开 ping 点 p ping 什么呢 ？ping 刚才 3W I like you 点 GQ， 这个说明还没有解析成功。这个时候我们估计要等个1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不要着急。有很多小伙伴这边问我为什么 fail 啊，为什么 fail to solve 啊之类的，其实它就是没有生效，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好，我差不多等了10分钟不到一点，再来拼点 P 这个网址下面拼我想要的 I like you 点 GQ 这个域名的话，它已经能够解析成功了，就说明解析已经生效。好，我们已经选择好了一个域名，并且已经注册成功，绑定解析到了我们刚才申请到的谷歌云 WordPress 服务器的这个 IP 地址，这样以后我们只要输入这个域名就可以访问到谷歌云 WordPress 的这个网站啦。输入 user。首先，我们将语言改变为中文。很多好看的主题呢，都是要收取费用，大概差不多30到60美金左右一个。不过也有一些免费的主题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是一个商用网站，30到60美金可以省下很多的人力和时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商业的主题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下载，它有按月付费的版本，也有按单个主题下载的这种收费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其实这也是为了鼓励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开发出很多优秀的主题作品。就像苹果的 Apple Store 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安装主题有2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在 WordPress 后台主题这个菜单下面选择，甚至可以搜相应的主题，并且直接点击安装启动，选择任何自定的，只要启用选择或者添加更多的一个主题就可以了。先看一下，现在已经启用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打开网页，还是很 low 啊，还是很 low， 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些基础的数据。我们也可以将购买好的模板提前下载好，通过上传的方式来安装，是需要收费的。作为商业用途，当然它也有免费的下载，免费的话可能就会简陋很多。那我们看一下重点，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Innovation 的这个可以用于新闻和杂志以及部落格的，它售价是标准售价是59美金。我想想看，如果是商业用途的话，建这个网站这些请人做的话，绝对是做不出来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已经下载好了，我到时候会把这个链接地址也放在我的影片的下方，以及这个打包的这个下载的文件也可以，我们看看你们可不可以用。好，我们就重点来讲一下这个用这一个主题怎么来制作，怎么来导入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 里面去。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网页。好，我们打开它的一个控制台，还是要输入那个密码。我们打开外观布景主题，刚才我们看了就怎么样在线在这个布景主题这个后台里面去直接添加。那如果上传的话，上传我们已经下载好的怎么来做？我看一下啊，安装上传一个布景主题的按钮，你也选择文件，选择哪里呢？这个是我一个 Innovation 已经下载好的，那把它看看啊，我们是要上传一个打包文件，就这个 zip 包啊，这个 zip 包里面有一个 child 有 zip， 然后点这个4.7兆，好，我们打开安装，点击安装。好，看到吗？它正在解压，正在安装，布景主题已经安装成功了。我们点击这个启用，这个主题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些插件，我们全选 install， 直接套用，套用就是执行啊。它正在 installing， 稍微等待一会儿，这已经是成功了，非常的快。好，我们再看一下，安装好插件之后，千万不要忘了激活，我们每一个都必须将它激活。这里有一个新装好的我们刚才那个 Innovation 的一个主题的，对不对？好，我们刷新好之后呢，这边多了一些菜单出来，看到吗？好，在 Innovation 这里面呢有一个 Demo Import， 好，这里面我们如果想要这个风格的话，我们就 Import Demo， 稍微等一会儿。
会多出来这些插件是这个主题所用到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只知道我们把这个 demo import 的数据导入进来，那有很多这些 demo 数据我们可以导入进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这个页面扩充了完整了，就非常的好看。好，这个已经导入成功了，访问一下这个网站。哇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导入数据的这个网站。那看一下我们怎么样修改这个页面呢？我们比较点击编辑，它是那种区块编辑器，制定一个区块，了解区块库。那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编辑好一篇文章了。欢迎观看我的影片。然后我们将这个好，我们复制一个链接地址过来了，然后我们更新，回到主页吧。哎，这里就有一个观看我的影片，看到吗？哎，点击照，我就可以播放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后台控制台，我们到布景主题，我们再换一个数据，导入数据再看一下啊，导入哪一个数据呢？这个吧。这个已经导入成功了，有没有应用过来？诶，我的网站的风格又改了，社交媒体的每一个分栏的，比如这是 mobile 类的，这是 application 类的，这个是 most popular， 这可以放一个通栏的广告。这里有些这些完完全全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谷歌云的这台服务器上，并且我们自己包括这个底部的这些都是可以修改的。基于这个主题呢，这就是我们用了一期的节目给大家建了一个这么完善的一个网站，这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自己修改的。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按照我这个教程一步一步的来做一个你自己的网站，这都是同一个 innovation 的主题，只是它充斥的内容不一样，它的风格头部的风格不一样而已，里面的数据不一样，你风格差不多，底部的风格不一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主题吧 ，Rainbow 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好像也要$50多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也下载好了，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用。如果能用的话，我就放在我们的影片的下方，可以给大家去玩一玩。好，我们还是打开到这个地方，我们到布景主题，安装上传，这个选择这个 zip。立即安装，安装成功了，我们启用这里还是需要安装这些它特有的一些插件 ，install， 返回这个必须的一些插件，这两一起，这样可以批量操作，批量 install。安装好了之后，我们记得一定要激活，然后现在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现在我的网站是这样子一个 Rainbow 主题的，但是它没有基础的数据。我们要做的是到布景控制台，这里看又多了一些菜单出来，它是为这个 Rainbow 的这个主题来一套使用的。Demo 的 setup， run 一个 demo import， 来自动的安装一些内容，这所有的插件，这是我的内容设置。它现在帮我导入一些，根据它的文件来导入一些我基础的数据，让我的页面能够冲刺，不会那么结构非常的松散。好 ，View your new website， 下一步就是看我们自己新的一个网站了。看看哦，这就是我们的新做的这个网站结构都有了。你看，这是在我们自己这个域名下面的啊。如果这是你的一个企业的网站，或者是你为你老板做的，或者为你的客户做的，也都非常的简单，这些都可以换成客户的电话、联系方式，这的一些链接 useful， 这些你提供的一些服务 newsletter， 这些社交媒体 link 都是可以自定义成你自己的 Facebook 啊，这个是 Instagram、Twitter、Google Plus， 可以放上你公司的一个地图，这也是在后台可以设置的你的一个 callback 的一个Request callback for 最新的文章、专家、团队每个人的介绍，他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 Skype 都是可以放上去这里呢放上比如说你们总裁的一些 slogan 一些名人名言这里呢 Practice Error， 请讲，我没叫 Siri， 这可以比如说你的一些 customer 的 production， 你的一些产品、一些理念，对吧？
然后这些一些数据，你们的一些数据啊，比如说有748个 Happy Customer， 还有我们有50个专家，你们有很多一些758个完成的项目，这些一些像 PPT 一样的基础数据给别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啊。比如说顶部是你们的一些形象的图片，一些 slogan 啊，上面是一个菜单 About Service Case Page Blog。这些菜单包括它子菜单都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的话，你可以把它隐藏掉。电话 logo 也是可以更改的啊。好，完全都是可以基于这个主题来定制的。大家如果需要这个主题以及刚才我 innovation 的主题下载的话，我会放在我影片的下方供大家去试用。这个 logo 一旦换成你的话，这个就很有归属感，你就可以给客户建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网站。以后有机会我会专门针对这2个主题，或者以更多的一些主题，我们看看它后台是如何去设置，如何去客制化。好了，通过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了解了 WordPress， 并且在 Google Cloud 上面一键安装了 WordPress， 还注册并绑定了域名，甚至还安装了安全证书，了解了主题模板是如何下载安装，基本上了解了 WordPress 文章的发布和修改等等操作。WordPress 呢是一个系统，如果大家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的话呢，我会将 WordPress 作为一个系列来给大家介绍，仔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刚才使用的 Innovation 的主题，它的后台的一些设置方法。通过一些设置呢，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站，但是我们不需要了解代码的开发，通过后台的设置，可以将我们的 WordPress 非常的个性化，设置成自己的一个内容，做出一个非常复杂的高大上的一个网站。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的分享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一旦我有最新的影片上传，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给我留言，我会尽可能的一一答复。记得哦，一定要点赞。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